草津温泉的话，被日本称为日本的三大名泉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烟点，很梦幻，很像仙境的感觉。但实际上没有很脆，不推荐。大家来的时候可以避雷一下，这个暖心的店家，可以让人家取暖。好像又觉得要走到有机会碰到熊的地方，这就是白根神社的鸟居。大家好，这期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草津温泉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草津温泉的这个镇上了。草津温泉的话，被日本称为日本的三大名泉。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草津温泉有什么特别地方。这个就是从草津温泉的公车站出站以后，就是有一条很多人会直直往下走的路，应该就是可以通到他们最有名的中央的那个烟田，就是很多蒸汽的那个温泉的烟田。这个是在烟田旁边的，这叫做白岐源泉。看一下，它也是有点类似烟田那个概念，就是一个温泉池，然后也是很多烟冒上来，很重的硫磺味。它的温泉其实是蛮清澈的。烟田旁边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寺庙，叫做草津山观泉寺。那我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。对，地上积满了很多雪，其实要小心一点。这边就是草津山神社的大门了。站在这边，回头看，就可以看到这个草津温泉镇上那个最大的那片烟田。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要爬上来这个草津山神社，它也是蛮多阶梯的。这边的话，就在这个烟田的顶端，这边就到了草津山神社。有一些他们的撞钟啊，对，然后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神像，过来参观一下日本三大名泉旁边的神社。以神社来讲，也还算蛮漂亮的。这边是弘法大师的尊像，蛮雄伟的。这边的话就是草津神社一个旁边蛮雄伟的五重塔，哇，蛮高的，也是蛮漂亮的。这边就是到草津温泉最大烟田的地方哦，旁边有点吵，好像有日本的候选人在发表政见的样子，哇，这就是他们很大的烟田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极大烟田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烟田。对，因为像前几天在野泽温泉，他们有烟田，但是没有那么大，而且这味道其实蛮重的，但是是蛮香的，非常香的硫磺味，很重的温泉的味道。那就是他们的烟田，非常漂亮。今天晚上还会打灯，但是我们可能没办法留到晚上了，所以带大家看一下早上的情况。如果建议想要看最漂亮的灯光秀的话，可以建议晚上来看。对，那旁边还有一些可以直接也可以，哇，很温暖的温泉水，在这边也可以洗手。这边就是手洗奶汤。那旁边的话，这里还有这个烟田旁边有一区是免费泡脚的，也蛮多人在这里泡脚的。这边就是草津温泉的烟田，非常漂亮，再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其实离这边烟田还算蛮近的，然后它有一格一格的这个运输温泉水的墓道嘛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边就是它下面做成一个瀑布，这个烟田做成一个瀑布的样子。对，在这个烟田从刚刚最上面直接流到最下面，很梦幻，很像仙境的感觉。后面就是草津温泉的烟田，非常多烟雾，然后上面就是有瀑布这样子冲下来。对，其实蛮壮观的，有机会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只是现在这个角度拍过去的话，稍微拍不到东西，因为温泉的烟雾过重，但蛮壮观的。晚上来的话，可能更壮观。其实就某些角度，有点像新北投的图书馆前面的温泉屋那。除了这边是木造的温泉的步道以外，但是新北投那个烟没有那么大啦，旁边也有很多的木造建筑，然后还有旅馆，好像就是像北投温泉公园那边，然后旁边都是旅馆这样围起来，
有一种那种氛围，但是这边是更日式一点。草津温泉这边伴手礼蛮有趣的，除了用这个巧克力做的这个汤屋抹茶汤屋，还有这个巧克力做的这个蚕宝宝的一层从幼虫到节俭，然后再到成虫，蛮有趣的。这边的伴手礼越来越创新了啊。刚在伴手礼店看到这个是硬的馒头，对，草津温泉他们特有的硬的，就是韩馅的馒头，那买一个来试试看看，就是外皮是硬的，还没吃过，好硬哦，好像一块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来试试看看。好，外层是黑糖的馒头，然后用很多的糖浆让它变得外皮很硬，然后内里的话有点干。刚看觉得蛮特别、蛮有趣的。硬馒头我以为很脆，但实际上没有很脆，不推荐。大家来的时候可以避雷一下，因为刚刚发现草津温泉旁边的护栏啊，它下面有一根一根有很多的名人的一些碑牌，就是可能是小说家或者是说歌手之类的。对，每一个都有他们的这一生始末这样子。这家店前面有一个这个烟，可以让人家暖手一下，对，来取暖一下，因为现在毕竟负7度啊，对吧？这个暖心的店家，可以让人家取暖。这边都没有人那也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立山日皇寺，来打上去看一下，觉得有一种宁静的美。那这是它的一个小神社，保佑所有人都平安顺利。忽然走到一个巷弄里，那这边发现一个蛮孤单的这个鸟居，叫做白根神社东门，对，蛮特别的。走到了一个好像没有人的地方，每次就有去一些比较热门的光景点，我都会想要往很巷子里面走，或是往比较偏郊的地方走，然后走到最后又会像这样子，完全又没有人的整个街道，明明是比较蛮多人的观光区，那现在走一走又走到没人的。最喜欢走这种宁静的小弄，这里发现了一条小路，四走看看，好像又觉得要走到有机会碰到熊的地方。但反正有人走的脚印，就跟着走。感觉目前方圆1公里好像都没有人这区，这个也是有点小危险。干雪的话就稍微没那么滑，毕竟我现在穿球鞋。那这边的话就是通到白根神社，对，蛮酷的。走了一个小径，通到了这边的白根神社，是蛮意外的。乱走到了白根神社，这就是白根神社的鸟居，蛮酷的一个日本很传统的神社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大家来这个草津温泉，有机会来这个白根神社，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我怎么到这的，就是随便乱走到的。草津温泉差不多了。大概走了一圈，但整体而言，我觉得还不错啦，还可以来。对，但是其实它可以走的范围，如果是以它市区的话，稍微小一点，其实就主要是烟田的四周，那可能就是可以来一次就好。对，那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些滑雪场啊，对，但是有看一下那个滑雪场，好像听说是看介绍是全日本第一个滑雪场，它是最古老滑雪场，但是滑雪场偏小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可能去比较大一点的滑雪场。对，那这里的话，很多人会搭配可能清景泽的白丝瀑布，或是清景泽，然后加草津温泉，或是伊香保温泉，然后做成一日。对，因为如果单来如果一天在这，你可以在这边享受一整天的草津温泉的小镇的氛围啦，但是可能它可以探索的地方，我觉得没有到很多。对，我刚稍微试找一下，主要是泡温泉啊，你可以在这边疗愈一天，泡一整天温泉，或是2天3天。对，但是如果你单纯想要说
填满自己的行程的话，这可能可以设计，我觉得大概半天吧，半天就差不多了。大致上就是这样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